飞机界的顶流明星，现代空战的科技天花板，价值上亿美元的空中利刃，代号闪电2的 F-35战斗机，以其超强的隐身能力和信息化作战系统闻名于世。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北约的联合演习，还是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威慑巡航， F-35的身影总是绝对的焦点。作为一款能在航母甲板上垂直起降，并且能突破最严密防空网的第5代战机，这家伙的每一次亮相都应该是在戒备森严的空军基地，或是游弋大洋的航空母舰上。但你敢相信吗？就在不久前，它却出现在了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一条普通的高速公路上。那么问题来了，这架被誉为史上最强战斗机的空中王者，为什么会自降身价，选择在一条破旧的高速公路上玩起了极限操作？这究竟是飞行员的一次疯狂炫技，是一场博人眼球的军事作秀，还是说在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降落背后，隐藏着北约正在秘密演练的一种足以颠覆未来空战规则的全新战法？而它的出现又将如何揭示现代空军在那光鲜外表之下最深层的生存焦虑？要真正看懂 F-35 的这次公路狂飙，我们得先来玩一个战争沙盘的游戏。假设你是一名空军指挥官，你手里有24架最先进的 F-35 战斗机，驻扎在一个设施完备的大型空军基地里。过去这个基地就是你信心的来源，它有3公里长的加固跑道，有几十个坚固的恒温机库，有巨大的油库和弹药库，还有一套完整的雷达和防空系统，这里是你的堡垒。但在今天，现实情况打了补丁，游戏的玩法也彻底变了。你的对手不再需要出动空军，甚至不需要出动海军，他只需要在千里之外动动手指，一波由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组成的精确电明就会在几分钟之内从天而降。第一波打击瞄准的可能不是你的飞机，而是你的眼睛和神经，也就是雷达阵地和指挥中心。在巨大的爆炸中，你瞬间致盲失聪。紧接着第2波打击来了，这次的目标是机场的主动脉，也就是跑道与滑行道。高精度的钻地弹头能轻易的在跑道上制造出一排无法快速修复的巨大弹坑，你的 F-35 就算完好无损，也被彻底囚禁在了地面上。如果打击还没有结束，那么第3波的目标可能就是你的粮仓，当然了，也就是油库和弹药库。冲天的火光将彻底摧毁你持续作战的能力。你看，从始至终，对手甚至都没有碰你的 F-35一根毫毛，它就已经系统性的瘫痪了你整个空军基地的作战能力。而这套打法正是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最标准最致命的应用之一。而这场理论上的游戏推演，在现实的乌克兰战场上几乎每天都在以各种形式上演。开战初期的机场争夺战，到后来双方使用远程火力对彼此纵深机场后勤节点的持续性打击，都在反复验证一个残酷的真理：摧毁一架天上的飞机很难，但瘫痪一个地面的机场很容易。更让北约感到焦虑的是，这种能力并非个例。俄罗斯的匕首和伊斯坎德尔高超音速导弹，凭借其极高的速度和无法预测的弹道，让现有的防空系统几乎无从拦截。而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则以其庞大的规模和极高的精度，构建起了一道严密的拒止防线。这就意味着，对于北约而言，在未来任何可能的高强度冲突中，他们位于第一岛链乃至欧洲东部的所有大型空军基地，都将面临开战即被摧毁的巨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源自冷战时期但又被现代技术彻底重塑的作战思想开始浮出水面，它的名字就叫敏捷作战部署，简称 ACE。 而这个战略要破解的核心难题只有一个：当机场不再安全时，战机又该如何生存并且反击？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敏捷作战部署，简称 ACE 的条令手册里。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锦囊妙计，而是一套极其复杂的作战体系，就像一部精密运转的机器，有5个环环相扣的齿轮共同驱动，缺少任何一个，整个体系都将失灵。现在我的学员就要带大家逐一拆解这部生存机器的5大核心构件。第一个构件叫态势。 F-35 寻找高速公路降落，绝不是说大家临时起意找条马路那么简单，而是一项极其庞大和繁琐的前期准备工作。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将军就曾公开表示，他已经研究了整个印太地区的每一块土地。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详细记录了区域内成千上万个潜在的起降点的详细信息，大到民用国际机场，小到一段废弃的公路，每一条跑道的长度、宽度、坡度、承载能力，周围是否有障碍物，附近的后勤资源潜力都被一一评估和标注。在选定一部分高价值的关键节点后，美军甚至会以基础设施建设援助等名义，提前对这些地点进行最低限度的改造，比如加固一小段公路的路基，修建简易的停机坪，或者预先埋下油料和弹药的储存设施。这就是所谓的预制作战物资。更关键的是外交层面，美国必须与盟国，比如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签订详尽的基地使用协议，明确在和平、危机和战争时期，美军使用其机场的权限、流程和法律问题。没有这张覆盖整个战区的通行证网络， ACE 的跨国机动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态势这个环节就是用数年时间下的一盘大棋。第二个构件是指挥与控制，分布式作战天然就是指挥官的噩梦。如果几百架飞机分散在几十个地点，传统的中央集权式指挥链一旦被斩首，整个作战体系就会瞬间瘫痪。因此 ACE 极度强调任务式指挥的理念，这种源自19世纪普鲁士使用的哲学，要求指挥官在下达命令时只明确任务的目标和意图，而不规定具体的执行细节，将如何实现目标的决策权和执行权授予下级指挥官。这也就意味着后方指挥部下达的不再是精确到几点几分攻击哪个目标的死命令，而是在某区域内达成某种作战效果的指导性任务。在这种指挥下，前线那个只有10几人的 F-35小队指挥官被赋予了极大的战场自主权，他可以根据瞬息万变的敌情自行决定在哪个节点降落，何时发起攻击，甚至在后方完全失联的情况下独立做出战术决策。这要求指挥系统必须从树状向网状演变，也对一线飞行员和指挥人员的素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第三个构件才是我们熟知的机动。 ACE 的机动哲学就是将不可预测性发挥到极致。它的作战单元不再是庞大的飞行连队，而是精简到2到4架飞机的敏捷战斗分队。这些分队就像是战场上的游牧部落，在不同等级的备降点网络中穿梭，而这个网络被严格的划分为一个从高到低的完整体系。最高级的主要作战基地是后方的大本营，负责深度维护和补给。次一级的前沿作战基地和合作安全据点是前方的前进营地，通常是小型军用机场或盟友基地，而数量最庞大也最关键的是应急地点。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看到的高速公路，它们是真正的飞机野外露营地，几乎没有任何支援设施。但正是因为它们的简陋和无处不在，才构成了 ACE 网络中最难以被摧毁的弹性节点。第四个构件是后勤，要在野外营地里让 F-35这种高精尖的装备快速恢复战斗力， ACE 依赖2项核心创新。一是集成战斗转换，它将加油、挂弹、数据加载等流程从串联改为并联，像 F1 维修站一样，多项工作同步进行，把地面时间压缩到极限。二是多能空勤员，彻底打破了地勤专业的堡垒。一个10几人的团队就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移动保障站。这种模式甚至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战术角色，那就是由 F-15E 攻击鹰扮演的炸弹卡车。在某些任务中，满载精确制导弹药的 F-15E 会先行降落在一个简易机场，它不参与战斗，而是作为一个飞行军火库，为随后降落的 F-35隐形战机提供弹药补给。这种脑洞大开的战术正是 ACE 后勤思想弹性的极致体现。最后一个构件也是最常被忽略的，那就是保护。玩过全面战争系列的玩家都明白，游牧生涯虽好，但总有安营扎寨的时候。飞机在地面停留的那几十分钟，就是它最脆弱的死亡窗口。因此 ACE 条令明确要求每一个前出的作战单元都必须整合自身防护能力。这不仅仅是几名士兵站岗放哨，而是要与整个联合作战体系联动。比如由陆军的机动短程防空系统提供伴随防空掩护，或者由太空军的天基红外预警卫星提供来袭导弹的早期预警，甚至是通过网络战部队对周边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进行电子干扰和压制。这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保护概念，确保这些分散的老巢不被对手轻易端掉。所以你看，深谋远虑的态势布局，去中心化的指挥控制，无法预测的战场机动，弹性高效的后勤保障，以及立体多维的综合保护，这5大要素共同构成了 ACE 这套复杂、精密但又极具挑战的现代空战生存法则。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了 ACE 这套战法在理论上是何等的精妙和复杂。它通过将空军资产与作战流程进行分布式重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传统大型基地易受饱和式打击的生存困局。但是任何一种革命性的战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必然会催生全新的甚至更严峻的挑战。ACE 这套看似完美的生存法则同样也不例外，在它的理论模型之下，至少隐藏着3个环环相扣的实战风险。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挑战，来源于后勤保障的复杂化。ACE 的核心是将集中的后勤需求分散到广域的作战空间内，这种模式对后勤体系的规划、执行和保护能力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在传统的基地集中部署模式下，后勤体系只需维持少数几条通往大型基地的主干道即可，而在 ACE 模式下，后勤指挥官需要管理的是数十甚至上百条通往不同分散部署点的毛细血管，每一条补给线都需要精确配送特定批次的弹药、备件和油料，这使得整个后勤网络的规划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更关键的是，这些前沿补给线路和临时仓储节点本身也极度脆弱，小规模的特种部队渗透、远程火箭炮的精确打击，甚至是低成本的无人机袭扰，都可能轻易切断某个作战单元的物资供应。一旦补给中断，那架降落在前沿阵地的 F-35就会因为缺少燃料和弹药，彻底失去作战能力，从攻击节点沦为固定目标。第二个是信息依赖与物理分散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点是 F-35这款装备的固有属性。
与 ACE 这项战术的根本要求之间一个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这么说呢，有些绕口。简单来讲，就是 F-35 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网络作战节点，它的全部作战效能高度依赖与后方中央数据库的实时数据交换。在每一次任务前，都需要下载以 TB 为单位的任务数据文件，这其中包含了战场态势、电子战参数、目标信息等核心数据。而 ACE 战术却要求这个高度依赖网络的平台必须在通信条件极其不稳定的前沿分散节点进行部署和作战，这就构成了一个致命的悖论。ACE 在物理空间上实现了部队的去中心化，但在信息维度上 F-35 却依然极端依赖中心化的数据支持。在未来的高强度对抗中，如果对手的核心打击目标不是那些难以寻找的临时跑道，而是针对整个作战体系的数据链和网络节点进行饱和式的电磁压制和网络攻击，那么即便 F-35 的机体在物理上得以幸存，它也可能因为无法更新核心的作战软件，而导致态势感知能力和电子战能力严重降级，战斗力大打折扣。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风险是前沿保护能力的缺失。我们在上一部分讲了 ACE 的第5大要素是保护，但在目前的条令和演习中，这恰恰是整个理论体系中最薄弱也最缺乏有效解决方案的一环。当一架 F-35 在临时起降点进行集成战斗转换时，那关键的几十分钟就是其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生存窗口期。在这期间，它的机动性为0，自身几乎没有任何主动防御能力。虽然理论上可以由陆军的机动短程防空系统提供伴随掩护，但在高度动态和分散的战场上，要实现跨军种力量的精确同步部署与协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指挥控制难题。陆军的防空单元能否跟得上空军不可预测的机动节奏，是一个现实的问号。更何况现在战场的威胁是多维度、低成本的，除了传统的空中和导弹威胁，一支经过预先渗透的敌后侦察小组，一架从民用车辆上弹射起飞的自杀式无人机，甚至是一群低空突防的无人机蜂群，都可能对这架处于静止状态的 F-35 造成致命打击。美国多家智库的兵器推演已反复表明，如果不能为这些分散的作战节点提供可靠、全时域、多层次的保护，那么 ACE 的分散化带来的不是生存率的提高，反而是风险敞口的同步放大。它是空军最宝贵的飞行资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脆弱姿态暴露在了对手多样化的打击手段之下。好了，分析完 ACE 在战术层面的优势和软肋，我们还需要把视角再拉高一层，去看看当 F-35 这种第5代战机与 ACE 这种分布式战法相结合后，会对整个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而要看懂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目光再度聚焦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场演习，以及它发生的地点芬兰。在俄乌冲突的紧张背景下，芬兰这个刚刚加入北约，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00公里漫长边境线，且在历史上曾经给予俄罗斯人痛击的国家，它的每一条能起降 F-35 的公路，都瞬间变成了北约在对抗前沿的一个个前进基地。这场看似普通的公路起降演练，其实是一次极其严肃的战略预演。北约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清晰地展示一种全新的威慑逻辑。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东欧的主要空军基地在冲突初期的第一波打击中被摧毁，东欧陷入混乱的情形中，北约的空中力量也绝不会因此瘫痪，他们依然有能力依托欧洲星罗棋布的高速公路和民用机场网络，对对手的纵深目标发起持续且难以预测的空中反击。这种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北约的防御纵深和战略弹性。过去，对手只需要瞄准那几十个大型空中基地，就可以策划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瘫痪打击。而现在，他们需要面对的是成千上百个潜在的、随时可能启动的隐藏跑道，这使得任何试图通过一次突袭就解除北约空中力量的想法都变得不再可能。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北约内部 ，F-35 和 ACE 正在成为这个庞大军事联盟的一种全新的军事粘合剂。我们知道，北约有32个成员国，各国的军队、装备、指挥体系都存在差异，但在推广 ACE 的过程中，所有装备 F-35 的成员国都必须统一采用集成战斗转换流程，共享标准化的任务数据文件，并让各自的多能空勤员遵守同一套保障手册，进行跨国协同演练。这就好比本来大家说的都是各自的语言，但现在 ACE 和 F-35 就如同在北约中推行北约通用语，它迫使各成员国的空中力量在技术、程序和人员3个维度上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整合。其真实的目的在于将30多个国家的空军真正捏合成一个能够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保障的作战整体。好了，关于 F-35 的公路起降和它背后的 ACE 战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从芬兰公路上 F-35 那次惊艳的降落，再到它对整个北约威慑体系的重塑，我们可以看到 F-35 的公路起降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战术演练，它更像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象征着现代空战的指挥思想正在发生一次深刻的进化。ACE 理论本身也许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它所代表的这种思考方式，以及它试图解决的那个如何在高风险环境下活下去的根本问题，将是未来所有现代化军队都无法回避的终极考题。
那么火力军最后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敏捷作战部署这种化整为零的战法究竟是破解未来高强度战争困局的最优解，还是一个因为自身弱点而难以在实战中推行的理论游戏？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